家里即将被洪水淹没，救援队长老婆却带所有队员去救白月光。我这才知道，他也重生了。上辈子，老婆得知我遇险，火急火燎来救我，因此错过了白月光的电话。他抑郁症发作自杀，只是自杀前，他在网上控诉我校园霸凌他多年，还抢了他的心上人。他死后，我被网暴，老婆却说不怪我，待我如常。可他白月光生日当天，他折断我跟我妈四肢，在白月光墓前把我们母子扔进折叠浴桶里。早知道你霸凌阿林这么多年，我根本就不会嫁给你。你明明会游泳，却故意喊我来救你，都怪你，阿林才会自杀。我听着我妈痛苦的哭喊声，绝望死去。再睁眼，又回到了洪灾这天。这一次，让他去救他的白月光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家是郊区一栋2层小楼，我已经跑到2楼了，可大雨倾盆，水位涨得飞快，已经漫过我的腰了。我妈比我矮，水已经到了她的脖子，她眼底满是恐慌。没事的妈，我们会得救的。我安抚着她，扶着她爬上书桌，我也跟着爬了上去。这一次我没跟老婆陶飞求助，打给了救援队副队长刘茂求救，可接电话的却是陶飞。够了陆明，现在是争分夺秒救人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你会游泳，家里也有皮划艇，最不会出事的人就是你了。他愤怒吼完就挂断了，全然忘了我为救他白月光差点被淹死，自此对水有了心理阴影。至于我生日时他送的那个皮划艇，梦林说了一句他也想要，他当时就搬到他车上了，我连包装都没能碰到。但重活一事，我已经放弃跟陶飞解释。我再次给刘茂打过去，这次接电话的倒是他本人，可态度不比陶飞强多少。不是我说，陆明，你一个大老爷们至于这么矫情吗？就算队长对你感情再深，也经不起你这么造啊。队长已经带着其他队员去救孟先生了，你别再打电话来了，没人有时间陪你胡闹，你这根本就是在浪费救援资源。也就你是队长老公，不然我都想骂死你。最烦你们这些是逼了。刘茂骂骂咧咧说完，把我拉黑了。其实拉不拉黑已经无所谓了。就在刚刚，网络通讯全面瘫痪，打不出去电话，也发不出去消息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即便我跟我妈站在桌子上，也没太大用处。水位很快涨到我腋下，我开始觉得胸闷憋气，我妈就更别说了，要不是我抱着她，她现在都得被淹没头顶。再过20分钟左右，水就会将我们彻底吞没。儿子，你放我下来吧，不然你体力耗尽，我们娘俩都落不得好。我妈声音都在抖。没事，我们肯定能在淹死之前得到救援的。我努力扬起脖子，好让自己呼吸顺畅些，鼻端却忍不住发酸。上辈子洪水刚上2楼，我就给陶飞打求救电话，陶飞来救我，却因此错过了孟林的电话。他跳进洪水中自杀。自杀前，他发了条视频，说我校园霸凌他10几年，导致他得了重度抑郁症。现在他的心上人也被我抢走了，他再也撑不下去了。因为孟林是很出名的抗抑郁网红，这个视频出来后，我被网暴到精神崩溃。我解释说我从没做过这些事，但网友们不信。除了我的家人，只有陶飞陪在我身边。他说这不怪我，对我从未有过的温柔和关心，我一度感到庆幸，觉得自己选对了另一半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然而孟林死后的第1个生日，陶飞就在我跟我妈饭菜里加了迷药，把我们带到了孟林的墓前。
他让我们母子在他墓前以死谢罪。你明明会游泳，家里也有皮划艇，根本淹不死，偏偏还要找我求救。这10年里，我就那次选择你，却害死了阿林。你真该死！可我才是她的丈夫，她来救我跟我妈，难道不应该吗？陶飞拽着我的头发，用最下贱肮脏的字眼骂我，双目猩红的样子像是着了魔。阿林掉根头发，我都觉得没照顾好她。你怎么敢在我眼皮子底下那么欺负她？眼睁睁看着你妈死掉，难受吗？阿林死时，我比你现在还难受。不是撒谎说你那天差点被淹死吗？那你也好好尝一下被淹死是什么滋味吧。我想说我从来没欺负过梦林，我想求救，可我一个字都说不出。我听着我妈痛苦到变声的哭喊声，五官七窍都被水淹没，最终也只能流着泪，无助又绝望地死去。那样痛苦的事情，我不想再经历一次了。这一世才跟救援队其他人求助，没想到陶飞竟然在救援队内败坏我名声，骗得其他人也不愿意来救我。我看着精心布置的婚房被洪水淹没，心口酸得难受。陶飞说他以前的家是带院子的小2层，那样的住处才有家的感觉，所以我放弃在市里买房，拿出所有积蓄陪他在老家村里盖了一栋小楼。那时他红着眼睛抱着我，感谢我给了他一个理想中的家，说会永远爱我。我竟信了，真好笑啊！眼见水位到了我脖子，我不想坐以待毙。我打开最上面的窗户，在狂风骤雨中把我妈放到上面，我也颤颤巍巍骑在上面。我们脚下不到半米就是湍流的洪水，房顶上又没有任何可以借力的地方，但凡我们没坐稳掉下去，基本就得死。幸好我们还算好运，有2个救生艇从这里路过。救命！救命！我跟我妈摇晃着手，大声求救。前面那艘救生艇听见声音开了过来，上面是一对中年夫妻，那边窗户上有2个人。大娘，小伙子，我们这就救你。听见他们的安慰声，我眼角发酸，连连应答。幸好这些陌生人肯帮我，可他们才把救生艇开的距离我近些。后面那艘救生艇也过来了，上面坐着的正是刘茂，还有几个被他救下来的人。刘茂见有人要救我，嫌弃皱眉：大哥大姐，你们不用管他，他自己会游泳，还有皮划艇，谁出事他跟他妈都出不了事。他是陶飞队员，也是他好朋友，从来不会质疑他的话。刘茂冲着我大骂：难怪菲菲总说孟先生是豪门大少爷，却善良大方，而你这个贫困山村长大的土老帽，自私自利，真没冤枉你。陆明，你这是在浪费救援资源，你知道因此会连累多少人丧命吗？窗户打开后，风吹着雨水往房子里灌，水位远比之前上升快。其他人听着刘茂喋喋不休，都急得要命。你他妈有病吧？你敢在洪水里游泳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老人，他们都快被洪水给冲走了，还不能求救？死了才叫不浪费救援资源吗？别搭理这个脑子进水的，赶紧救人！2艘救生艇同时朝我驶来，可是已经晚了，我妈没力气了，被汹涌洪水冲走。妈！我目眦尽裂，立刻松手去追。这一刻，对水的惧怕都被抛之脑后了。可我在洪水中起起伏伏，在努力扑腾求救，也救不了我妈，也抓不住可以救我的东西。那2艘被看作希望的救生艇也很快消失在我的视野里。惊恐、害怕，最后变成绝望。意识消失前最后一刻，我痛哭呢喃：对不起啊，妈！重活一次，我还是护不住你。昏昏沉沉间，
我又梦到了很久以前，大义军训过后，陶飞就跟我告白了。我从没考虑过早恋，可如果那个人是他，我根本做不到拒绝。我们在一起了没多久，就有闲话传进我耳朵里，许多人说陶飞真正喜欢的人是孟林，可他就是个孤儿，从小寄养在孟家而已，人家大少爷压根看不上他。他说怕喜欢的人误会他们的关系，陶飞才随便找了个男朋友，不然就陆明那个土老帽样。陶飞这个校花怎么可能看得上他？我觉得陶飞不是这种人，当面问他是真是假，他说假的，我就信了。在一起以后，陶飞对我很好，高一到大三，同学们的对象换了几茬，可我们始终如同在热恋。就连高中传闲话的那几个也变了态度，他们说羡慕，说看来陶飞是真的喜欢我。我一直这么以为，直到大四那年，孟林留学回国，阿林生病了，阿林心情不好，阿林出门没带伞，阿林过去对我无微不至的完美女友，开始因为另一个男人频繁抛下我，阿林2个字成了我的心病。所以孟林主动给我发来好友申请时，我通过了。我像个小偷，偷窥着他的朋友圈。原来我生日那天，陶飞去陪他去买鞋了。原来结婚周年纪念日，他在他家为他做饭。原来真的好多呀，看得我眼角发酸，身上好痛。我睁开眼，才发现自己在病房，刘茂就在旁边守着。见我醒了，他激动、尴尬又内疚。陆明，你终于醒了，抱歉啊。菲菲说你是争风吃醋，故意卖惨，我误会你了。你跟你妈被冲走时，我快吓死了，幸亏你运气好，被人半路救了。可是你妈她，抱歉，你节哀。我没接她的话，身上疼得厉害，我仰着头，大口大口呼吸着，却像是回到了上辈子被陶飞折断四肢扔进浴桶时，疼得连喊都喊不出来。刘茂吓得赶紧喊医生护士，医生拿着一堆检查的单子走进来，眉头紧蹙，病人在洪水中严重感染，得立刻手术。病人家属还没来吗？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刘茂连忙给陶飞打电话，因为太过慌张，他按到了免提，手机里传来陶飞愤怒的声音：刘茂，陆明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连你也帮着他说谎，亏我还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。刘茂，你他妈说话前摸摸自己的良心，这次洪灾有多严重？你们家那2层小楼会不会被淹？你心里没点逼数吗？你婆婆连命都没了。那边孟林说了句口渴，陶飞心疼得不得了。阿林渴了，我要给他倒水，别再打电话烦我了。我早知道他对孟林有多在意，可真到此刻，我仍旧感到无比心寒。这就是我真心实意爱了10多年的女人。仪器发出尖锐的报鸣声，医生顷刻间冲了过来，病人心率骤降，立刻准备急救。我被推进手术室，手术灯晃得我眼睛疼，一开始疼得厉害，疼得久了就麻木了，血液不断从我身体里流逝，可一包包血又输入我的身体里，我眼前的光变得涣散，无数光影重叠在一起，医护们的声音变得遥远又模糊，病人情况不太好，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。好疼啊，好难受啊，跟上辈子快死时的感觉一样。又要死了吗？不，我不要死，我得活着，我要活下来。问问陶飞为什么要丧心病狂害我们母子2次？为什么喜欢孟林，还非要来糟践我？我要他跟孟林身败名裂，要他们生不如死，为他们的过错付出代价。死的人从来都不该是无辜的。我跟我妈，我能撑下来，医生说是个奇迹。陶飞以为我联合刘茂跟医护人员演戏，不肯来医院，是被刘茂硬拉来的。
我醒来时，陶飞就在我的病床边上，他也不知道守了多久，眼底都是红色血丝，眼下一片乌黑。见我醒了，陶飞连忙站起来：“你都昏睡2天了，终于醒了，渴吗？喝点水。”他端着水杯走过来，要喂我。哗啦，我把水杯推开了，水洒了陶飞一身。要不是我身上实在没力气，我一定把这些水泼他一脸。上辈子他虐杀我，这一世他又差点害死我，他竟然还能对我演一副深情模样，怎么能有这么恶心的人？陶飞也不恼，只神情复杂道：“没想到我们家2层楼竟然都被淹了，是我预估错误，让你受罪了。你生气也是应该的。我忍无可忍，打断他：“陶飞，你喜欢孟林，就跟他在一起，为什么要来祸害我？难道我不是人，我就不会痛哭伤心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妈死了，我以后连一个亲人都没了。本来我们都可以活下来的。够了，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牵扯到阿林？他是豪门大少爷，我就是从小被寄养在他家的孤儿而已。我们身份天差地别，能有什么关系？”一听我提孟林，陶飞立刻黑了脸。他压根不知道我也重生了，以为我还不知道他对孟林的心思，仍旧冠冕堂皇拿以前那套措辞搪塞我。我紧攥着手：“懂了，孟林看不上你，你又想组建家庭，所以才找到我，是吗？”闻言，陶飞脸一下涨得通红。可他还没开口，孟林打来电话，说想吃他做的饭了。陶飞顿时没心思理我了：“你妈死了，你也差点死掉，心情差我理解，我不想跟你一般计较，你自己冷静一下。”说完，他就急匆匆走了。因为孟林，我们发生过太多次争吵，明明是他的错，可每次道歉求和的人都是我。他以为这次会跟以前一样，可容忍是因为爱，而我已经不爱他了。我伤得厉害，连坐起来都艰难，可越是这种时候，越适合卖惨。我让护士帮我把病床摇起来，固定好手机录视频。这2天网络已经修复了，救援工作还在全面进行。洪灾与救援是全网热点。我手机进了水也能用，之前我拍下的陶飞跟孟林聊天记录，还有他为炫耀发来的那些文字以及照片都还在。我要陶飞跟孟林为他们犯下的错付出代价。我把陶飞出轨孟林的证据打包发到网上，又录制了视频。我叫陆明，实名举报是救援队长陶飞与我婚姻持续期间出轨网红孟林。此次洪灾救援，他因一己之私，带所有队员去救闹自杀的情人，耽误了救援工作。我也是他此次行为的受害者之一。陶飞不允许队员救我跟我妈，导致我妈丧生，我被洪水冲走，严重感染，刚脱离生命危险。我请求撤销陶飞救援队长职位，以免出现更多像我这样的无辜受害者。我带了洪灾救援的标签，又花近20万投了斗家。上辈子我为了跟陶飞的小家省吃俭用，结果他拿着我辛苦攒下的积蓄，给孟林买了一副钻石袖扣，只为图他开心。与其让渣男贱女这么糟践我的钱，还不如自己花了。事实证明，我的钱没白花。视频发上去不到1天，点赞近100万，多家媒体转发，还有许多媒体要采访我。我身体不适，只接受了电话采访。刘茂出于愧疚，还替我做了证明，而且他已经辞职了，还给了我30万做弥补，说这样良心才能好受些。当天晚上，陶飞救援队长的职位就被撤了。救援队只是他的副业，他是体制内员工，进救援队更多是为了履历镀金。出这么大丑闻，
单位也把他给开除了。孟林也因为被太多人骂，受不了那么大压力，割腕自杀，被送进了医院。陶飞确定他脱离生命危险后，才过来找我。他看我的目光像是要吃人。我都跟你解释过了，阿林家里对我有恩，我对他好只为报恩，我们之间清清白白，你为什么还要在网上胡说八道？阿林重度抑郁，你这么做根本人是在逼他去死。我讥讽道，报恩要接吻，要去酒店开房吗？孟林发过他们的亲吻照，还有他在酒店浴室洗澡的视频，每次发完又撤销。同样的把戏却能让我每次都彻夜难眠。陶飞却半点不心虚，我们从来没突破过最后底线，不做到最后一步就不算出轨吗？我头一次知道人气急了真的会笑。陶飞甚至还反过来指责我，你只是吃醋我对阿林好，就校园霸凌他，现在还给他泼脏水。我没见过比你更恶毒的人了。我受够了他颠倒黑白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闭嘴吧你！你这辈子害死我妈，还差点害死我，上辈子虐杀我们母子，你怎么有脸说我恶毒？陶飞挨了巴掌，愤怒无比，可在听到我后面的话时，他脸色一点点沉了下来。你也重生了，也好，省得还要我废话。陶飞朝我步步逼近，你已经伤害了阿林一次，我绝不允许你再伤害他。你现在就去跪着跟他认错，然后去网上澄清，不然我让你再死一次。我没接他的话茬，只是当场打了报警电话。我要报警，有人威胁要杀我。陶飞气急败坏骂我，还想动手，被查房的医护人员拦住了。民警赶到，把他带走了。就在他被带走后，孟林还给我发了消息，我这次自杀，菲菲是不是生你的气了？他没骂你吧？我替他道歉，他就是太在意我了。我回答，没什么，就是他被民警带走了，可能要关几天。以前都是我被他堵得说不出话，这还是头一次。我们的聊天以我结尾，陶飞被关了5天才放出来。当天他去看望过孟林后，双目猩红，冲进了我的病房。我只离开5天，你又欺负阿林，陆明，我看你是真想死。他眼底都是杀意，就像上辈子杀我前那样。原来给孟林回复一条消息，这都叫欺负。他甚至能因为这样荒唐的理由想要杀我。肌肉记忆让我忍不住颤抖、恐惧。可我来不及逃跑，也没想过逃跑，我只是冷冷看着他。你动我一下试试，你觉得你能在我求救之前杀死我吗？口头威胁被拘留5天，你猜杀人未遂要判多久？我保证，你坐牢出来前，我会弄死孟林。陶飞手都放到了我脖子上，又咬牙收了回去。可他能忍，我忍不了。我拿着床头的水杯，直接砸到了他脑袋上，他额头冒血，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陆明，你被砸一下，流这么点血就疼成这样，你想过我跟我妈经历死亡时有多疼吗？你从没爱过我，我认了。那我妈呢？陶飞，她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爱护，你以前总说要是她是你妈妈就好了，那些也都是演出来的吗？说到后面，我都是吼出来的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他就一点都不会心疼内疚吗？陶飞愣了一下，眼底闪过一抹痛楚，但很快变成了厌恶。他冷冷道，要怪就怪他有你这么恶毒狠心的儿子，是你连累了他。你对阿林进行了长达10几年的校园霸凌，到现在还不肯放过他。我抬手打断他，我高中除了学习就是跟你在一起，有时间霸凌孟林吗？我在学校甚至都没见过他，而且我跟他只做过3年校友，从哪儿来的10几年？稍微一思考，
就能察觉出孟林话里处处是漏洞。偏偏陶飞想都没想，就来批评我。反正阿林不可能骗人。陆明，你做错事还死不悔改，就等着被你犯下的恶果反噬吧。1个小时后，阿林会在全网公开你校园霸凌的恶行，还有你这些年对他的欺侮。陶飞厌恶地看我一眼，起身离开。我还以为孟林会编造些谎话，诬陷我。可1个小时后，我看着他在直播间里对我的指控，只觉得荒唐又可笑。大家好，我叫孟林，是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，也是被陆明霸凌多年的受害者。我是高1认识他的，本来我是年级第1，陆明就是一个从小山村来的学渣，可他高1下半年就从倒数100变成了常年年级第1。因为这个，我家人骂我没用，他们说斥巨资为我请了那么多老师，我连个贫困生都考不过。同学们笑话我，说我万年老二，说陆明比我聪明多了。老师们嘴里经常点名夸奖的人也成了陆明。我那时已经有点抑郁了，可没人关心我，都在说陆明越来越帅了，比起我，他更适合当校草，说他学习比我好，长得比我好，怪不得菲菲会选他做男朋友。我抑郁越来越严重，为了逃离陆明对我的霸凌，我大学选择出国留学，可他还是不肯放过我。他太优秀了，有媒体报道他，认识的同学也会提到他，就连以前只喜欢我的菲菲，也在跟他结婚后，把一部分心思分给了他。我找他时，他才肯扔下陆明过来陪我。屏幕里，孟林穿着一身病服坐在病床上，他脸色苍白，唇瓣也没有半点血色，看起来可怜极了。然而根本没人同情他，满屏幕都在骂他，别人优秀就是在霸凌你，真服你这红眼病了。陶飞是陆明老婆，对他好才是应该的，你一个小三在这儿愤愤不平什么呢？我他妈晕了呀！我以前还是你粉丝，竟然觉得你可怜，真是瞎了眼！抢别人老婆，你还委屈上了。666，渣男贱女该死！只有陆明是真惨。孟林看着网友们都在骂他，当场就情绪崩溃。他逼问陶飞，满脸不解：“菲菲，我都这么惨了，为什么他们还要骂我？明明我是受害者呀！”可陶飞这次也没办法心疼他了，他喃喃道：“你管这叫校园霸凌？我都因为陆明患上重度抑郁了，这跟他霸凌我有什么区别吗？那你说你也喜欢我，但不能跟我在一起，是因为有苦衷。是什么苦衷？”孟林从小被家里跟陶飞惯坏了，习惯了以自己为中心，压根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。他压根没有遮掩的意思。你是孤儿啊，而且你只是一个普通员工，跟我那些相亲对象没办法比，和我兄弟们的老婆女友也不在同一个起跑线，所以我再喜欢你，也没办法跟你在一起，不然我家里人会跟我断绝关系，我在圈子里也会被嘲笑的。孟林说着说着，眸色都暗淡了。他是真觉得自己可怜，但这次连愿意为了他杀人的陶飞也不再哄他了。他神色数次变换，气得吐出好几口血，转身就走。孟林大声喊他，为了追他摔倒在地上，他都没有停下脚步，甚至不曾回头看一眼。他最恨欺骗他感情的人，就算那个人是孟林，他也不可能原谅。我从镜头里看着这一幕，觉得实在无聊，把直播间关了。谁知陶飞离开孟林那儿，就来找我。他在我面前再也没了趾高气扬，只剩失魂落魄和后悔内疚。对不起，陆明，我知道阿林、孟林被惯坏了，但我没想到他思想会这么扭曲。我以为你真的校园霸凌他，我才会那么对你跟咱妈。我后悔了，真的。
他看起来像是真的后悔了，可我只觉得膈应。我跟你说句对不起，然后把你虐杀了，你愿意吗？陶飞眼睛一下子红了，可我也是被梦林给蒙骗了呀。他委屈的语气让我几欲作呕。没有正常人会因为别人一句话虐杀自己的丈夫婆婆，别把过错都推到梦林身上，至少他没虐杀我们。可这辈子我杀你的事情还没发生，不是吗？至于咱妈，只要我们好好的，我给你生个大胖小子，他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。陶飞含情脉脉看着我，还想拉我的手，我躲开了。刚重生时，我只是恨他怨他，可现在还多了恶心。他凭什么以为害死了我妈，把我害成这样，我还会原谅他？我满目讥讽盯着他，难怪你爸妈生下你，却都不要你。你这样的烂人，活该被所有人抛弃，活该没有人真心爱你。陶飞没想到我会揭他最深的伤疤，他脸色煞白。陆明，别再说这些伤人的话了，好吗？我知道我跟梦林走太近，伤害到你了，我改，我以后只在乎你，不会再因为他抛弃你了，我发誓。我面无表情道，用不着，留你这种杀人犯在身边，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。我要离婚。但陶飞不肯，他每天做好饭菜，来医院陪床，费尽心思给我讲影视剧，还有好笑的事，企图逗我开心，做我的泥塑，给我画像，送我手表。结婚3年，他没为家里花过1分钱，现在却把大半积蓄都转给我，只留了点钱用于生活。梦林给我发消息轰炸，我不回，拉黑他的微信，他就发疯给我打电话。你已经抢走了属于我的所有赞赏跟荣誉，为什么还要抢走我喜欢的人？你把菲菲还给我，他是个行动自由的活人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你找他联系他，别来骚扰我。我挂断，把他手机号码拉黑了。梦林又换号码给陶飞打电话，他就在我跟前接的，都没遮掩，说了那么多次去死，那你去死啊！陶飞对他再没了往日温柔，只剩不耐。梦林当天就自杀了，只是自杀前，他发了条视频，说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，逼他去死。可这一事，网友们只笑笑，骂句神经病，没有引起半点波澜。陶飞仍每天赖在我病床边。我出院后，找律师想起诉他离婚。陶飞跪在地上，声泪俱下求我：陆明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你想想我们10年的感情，你不能因为我犯过一次错，就这样给我们的婚姻判了死刑。他脸皮是真厚，祸害了我2辈子，还有脸跟我求原谅。我垂眸看着他，好啊，你把你对我做过的恶行自己尝试一次，那我就原谅你。我不是怕疼怕死，可我死了以后还怎么跟你在一起？陶飞目光躲闪，连说话都磕巴了。我笑笑，不一定会死啊，你折断你的4肢，剪掉自己的舌头，再跳江，说不定有人能在你死之前把你救起来的。我不会阻止别人救你。我都没说把陶飞按进浴桶里，更没打算在他抬头时再把他按进去。他上辈子变态杀人狂一样的举动，我可做不来。可陶飞还是害怕了，他甚至连口头的一句好行啊都不敢说，磕磕绊绊说了许多他爱我的话，又为自己找了许多不能死的理由。我烦他烦得不行，直接走人，找律师起诉离婚。我手里有陶飞出轨证据，而且因为他的刻意针对，我妈死了，我差点也死掉是事实，也有证人。法院最后判离，陶飞被父母抛弃后，就想找一个全心爱他的，发现梦林不是，他就想回头找我，见我也不在世了，他又想去找别人，
可陶飞不论跟几个人搞暧昧，找几份工作，都会被我搞黄。我已经放弃自己的生活了，只想搅得他生不如死。我们纠缠的第3年，我用积攒的钱找了一个老赌狗，让他带陶飞去赌。陶飞性子极端，以前没接触过赌博，可他做事总有赌的成分。接触赌博后，他毫无意外陷了进去，他的钱全花光，然后是贷款、欠高利贷、赌债。陶飞玩的比别人都大，输的也惨。离婚后第5年的一天，他消失了。我之前雇的那个老赌狗说，听说陶飞被人骗去缅甸，先卖身，后来没了价值，就被打断4肢，剪断舌头，挖了器官，扔海里喂鱼了。我抬头看了看太阳，阳光真好，我的新生活也该开始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